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那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Freto Design Terra。先回到为何会买第二次 Terra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第一次我煮好没有拍影片就把它卖了。当时买了一张4080加 L9i，打算实测，结果快要被那个风切声给搞到受不了，愤怒到连拍个影片记录都没有，就把它给卖了。就算我贴了一堆泡棉，那整个 CPU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被挡住，另一侧的显卡风切也会有问题。那这一次来演示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基本上两侧都要离面板1公分以上，才不会有风切声，等于整个机壳有1.5公升都是无效体积。那回到第二个问题，那为何我这次又把它给买回来？就从之前那一个5公升48核心的 Epic 工作站说起。当时我外置电源买了一个 DC ATS，功率有600瓦，加上两个6+2pin，再加上那个烫的要死的12伏特变压器。有一天我突然想到 Freto 留一个120水冷的安装位置，那我换成外接 ATS 电源，然后 SF 插电源的位置不就可以装水冷，然后我还是可以用长显卡了吗？想到当下马上买回来测试，于是乎有了这个盒子。那接下来回到箱子开始介绍，单色印刷、紫塑缓冲加上不织布的包裹，完全没有塑料。打开后你可以看到木质面板更阳极的开关，再比照上一次的旧照片，显然木头长得不一样，所以每一台 Terra 都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的。不得不说，雾面与亮面阳极的质感交替，的确是可以换个角度再来拍一张。另外一面可以看到理线槽，整个前面板都是用一块铝去 CNC 切出来。这一面你可以看到 I/O 的固定与木板的固定方式，整体是充满了细节。底部你可以看到中板是可以滑动的，说明书有明确讲出范围。虽然这概念有玩 ITS 的人早知道，但这一次 Freto 做成无段滑动，显然直觉不少。打开机壳后，你可以看到固定机构与螺丝锁点。如果你怕面板松开，还是可以自己再来固定。铝板本身有个快拆，松开就可以从卡榫中取出。顶部有个皮质把手，反面可以看到缝线，另一面则是卡榫的固定机构。原厂的电源延长线非常的粗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安规标签在上面。另一端可以看到延长线是用塑胶卡榫固定，然后再把整个塑胶件安装在机壳上。显卡的固定支架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，你可以装上显卡，再连同框架安装。那接下来我把 7800X3D 连同120水冷装上去，可以看到空间非常的足够，加上显卡的风道贯穿，空气是可以直接贯穿整个机壳。然后我玩个游戏 7800X3D 就过热了，温度比我用空冷还要差。看来这个4070 钛的热风是相当了得，只好把水冷的风扇给转向。但我实在很不想水冷跟显卡两个对吹，所以我也把显卡风扇拆了转向，就变成2颗12公分风扇用抽的，然后加上纸胶带的导风罩。实测半个小时 CPU 的平均温度暴降18度，终于是把 7800X3D 压到一个安静的水平。有多安静呢？环境噪音35分贝下，距离45公分还是只有38分贝，彻底根除了风切声。而显卡的转速依旧是低于1700转，温度还是低于76度。由于网络上转接 12V High Power 的 DC ATS 的案例相当的少，这边我大概分享一下。7800X3D 加上4070 钛，整机包含3颗 M.2 硬碟、4颗风扇，待机的功率在85瓦上下，看 4K 影片是105瓦。双烤是450瓦，这颗全铝的12伏变压器功率虽然有700瓦，但没有风扇，整个是非常的烫的。于是乎，我拿了导热贴与之前的 DB1 铝片护夹，透过束带来提供压力，吊在桌面下的温度非常好，基本上双烤下我还是可以用手触摸。目前用了1个礼拜没什么问题。XT60 的接口
可以安装在原本 AC 延长线的位置上，还是有地方可以固定。由于改装后独特的右进左出设计，你把主机横着摆在萤幕下时，你就可以得到前进后出的效果。当天气冷，你再转回去90度，就可以变成热风对向你，非常的有弹性。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水冷加4070 Titera 的装机有什么想法？最后还是注意大家自行改装属于个人行为，零件的安规与保固都要自己注意或拿捏。人不在电脑旁边，你就记得关机，避免意外。祝大家改装愉快。下一次我可能会带来比较正常的电脑组装。最近猫头鹰出了最新的 L12S， 高度为77mm，与这个机壳的上限相同，加上 L12的风扇，它是位于内侧的，基本上你可以避免任何的风切发生。不过双槽卡注定只能使用4070等级，顶多就是这张4070太 Super 了。那有什么问题或是建议，欢迎再来问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